大家不妨先一起脑补一个场景：某天凌晨，台湾海峡上空风云密布，解放军数百枚导弹突然划破天际，直奔台湾的军事目标而去。一时间，岛内的雷达站、机场跑道都成了打击焦点，巨大的爆炸声接连传来。台湾海峡这条最窄约130公里的天然海上屏障，在此刻成了导弹与战机纵横的战场。解放军的对台军事行动一般被认为可能包括大规模导弹齐射、海空封锁，继而发动2栖登陆作战。由于台湾与大陆之间有一道不小的水域，这将会是自第2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以来最大规模的2栖进攻。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历史，从古至今跨海攻打台湾都不是易事。无论是17世纪郑成功收复台湾，还是20世纪中期国共内战中的古宁头战役，攻守双方都深刻体会到渡海作战的挑战。而在现代，台湾海峡的风浪和距离依然是解放军必须面对的天险。台湾本岛西岸虽然有一些可供登陆的滩头，但地形复杂，有的沙滩后方紧连着市区或山脉，容易形成瓶颈。而且台湾军队早就加强了滩岸防御，布满了反登陆壕沟、地雷与火力点。解放军若要硬登陆，光是横越海峡就像带着庞大的运输船团走钢丝，头顶上有台湾和可能赶来增援的美军战机，导弹威胁，水面下则可能有潜艇在暗中游弋。所以不少军事专家推测，解放军不太可能一上来就直接派船团冲滩，那等于拿士兵去送死。他们更可能的剧本是，第一波先用密集导弹和空军打击瘫痪台湾的防空和海空军力，夺取制空权、制海权。第二步可能实施封锁，切断对外联系，在外交上逼迫台湾谈判。如果还不奏效，第三步才会考虑冒险进行登陆，在几处关键滩头同时发起攻势，期间还可能穿插特种部队奇袭，例如空降或渗透台北等战略要地，试图斩首台湾领导层，让防守方指挥系统混乱。然而，这一连串行动环环相扣，只要有一环失利，都可能满盘皆输。举个例子，如果台湾的飞弹没被完全摧毁，残存的雄风反舰飞弹部队在解放军船团靠近时猛打一轮，登陆艇还没碰到沙滩就损失惨重，那后续部队即使勉强登陆，也可能因为兵力不够而建立不起牢固滩头堡。再加上台湾本岛幅员不大，西部多平原都市，但东部是山地，一旦让台湾军队稳住阵脚反击，登陆部队背靠大海退无可退，处境会非常危险。地理环境还带来天候因素的考验，台湾海峡一年中只有特定几个时节风浪较小，特别是每年春末夏初或秋季，被视为较适合登陆作战的窗口。台风季节海象险恶，解放军总不会选择大风大浪时横渡海峡，因此台湾常说老天也在帮忙，给了天然几道防线。但相对的，攻击方也不是傻瓜，必然会挑天气最佳的时机，甚至可能利用夜暗或恶劣天气做掩护奇袭。所以天候既是挑战，也可能被巧妙利用。在现代战争中，卫星天气预报和夜视设备已相当先进，传统上的风高浪急或黑夜劣势，现在能部分被科技克服，增添了行动的不可预测性。总而言之，解放军对台用兵不是电影里一下子登陆成功那么简单，而是一场复杂庞大的系统战，从飞弹轰炸、制空争夺、电子战干扰、网络攻击，到封锁经济、心理战瓦解民心，最后才是艰巨的登陆地面战，每一步都惊险万分。台湾方面则会利用地利优势和国际支援撑下去，美日等盟友也可能在关键时刻介入，使局势更加扑朔迷离。也难怪有人形容台海若开战，将是现代史上最复杂、最惨烈的一场系统对抗，没有轻松的速胜，只有硬碰硬的消耗战。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弹药和后勤储备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。刚才提到台海冲突可能演变为一场消耗惊人的大规模战争，那么美国这个全球军事超级强权在这种高强度对决中能撑多久呢？有一种说法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，美军的弹药可能在开战仅8天内就打光了。8天，1个礼拜多一点，美国占全球军费支出的庞大军队就弹尽粮绝了。
第一次听到的人也许会怀疑这是不是以讹传讹的谣言，然而这个惊人的数字其实出自专业的兵棋推演结果，并非空穴来风。所谓兵棋推演，可以想象成军事专家们在沙盘上摆兵布阵，演练战争场景的沙盒游戏。他们会设定各种参数，假定某年某月解放军如何攻台，每日如何反应，然后用电脑和模型一回合回合地推进战局。在过去几年，美国华府的智库就进行了多次台海冲突的推演，其中2023年初，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公开了一系列推演结果。那份报告惊呼，如果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爆发冲突，美军某些关键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可能在不到1周就告罄，这包括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重要武器。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，美军需要用这些导弹去猛轰解放军的舰艇和登陆船团，但库存的数量远远不敷长期作战之用。换言之，美军手上的家底只能支持几天的高强度打击。如果短时间内无法压制解放军，那8天之后，美军就得面临弹药告急、防线吃紧的窘境。这个结论可不是随便说说，因为乌克兰战争已经给了前车之鉴。俄乌战争爆发后，全世界都瞪大眼睛看现代战争到底有多吃弹药，结果发现，就连美国也差点被拖下水。由于乌克兰每天疯狂消耗炮弹、导弹，美国和北约的库存被大量抽调支援，到后来竟一度出现弹药库存见底的危机。美国官员坦言，美军自己的155公里榴弹炮炮弹年产量根本跟不上乌克兰1个月的用量，这还只是支援一场区域冲突。如果美军真的卷入台海这种规模的高烈度战争，弹药消耗只会更骇人听闻。例如，反舰导弹这类高端武器，平时产量很有限，美军库房里存的也不多。战争一开打，面对解放军庞大的舰队目标，美军几百枚导弹噗噗噗射出去，很快就光了。补产新弹药又不是变魔术，1周内根本拉不出多少增援。所以8天耗尽其实是形象地指出，美国军火库的厚度远不足以支撑一场持久的大国冲突。美军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，一些将领和国安专家开始频频敲响警钟，弹药短缺将是美国致命弱点。前美军欧洲司令霍奇斯就曾提到，在某次联合军演中，英国部队的弹药8天内全部用光，令人触目惊心。同样，美军印太司令部前司令戴维森上将也在国会作证时直言，解放军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动手，留给美国强化军备的时间不多了。这些警告逼得美国国防部和国会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，开始投入资金扩产弹药。最近几年的国防预算，美国都在增加弹药采购的经费，比如追加订单生产更多远程反舰导弹、防空拦截弹等等。同时，美国还动员盟友一起扩充弹药库存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然而，国防工业产能不是开关一按就马上翻倍的。美国企业生产军火讲求计划与利润，一时要他们囤积海量库存，现实中有不少困难。而且，美国过去20年的主要战事，例如中东地区反恐战争，用的都是小规模轻装部队，对导弹、火炮等重型弹药需求不高，导致军工产业链在这方面肌肉萎缩了。如今要应对可能的台海大战，才发现原来自己库房里的家当根本不够打。那么8天耗尽弹药究竟是危言耸听，还是当头棒喝？多数专家认为，这不是在开玩笑，而是很可能出现的窘境，除非美国立即采取行动改善。毕竟兵棋推演虽然有许多假设，但他给决策者提了个醒，别只顾着造先进战机军舰，后勤补给才是打持久战的老本。有句老话叫子弹打光了，枪就是根棍。再现代化的军队，一旦弹药告罄，也只能干瞪眼。对美国来说，如果真的因为轻敌疏忽，让自己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，那不仅保卫台湾困难，自己在全球的威信和威慑力都会大打折扣。因此8天不是绝对的预言，但无疑是给美国敲响的一记警钟，必须未雨绸缪，不能等到战争临头才发现弹药不够用。谈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图景，一边是解放军磨刀霍霍，另一边美军虽然技术领先，却面临弹药不足的隐忧。在传统思路下，解决办法无非2条，
要么想方设法囤积更多的弹药，要么设法更有效率的使用。而更有效率的使用这一点，正好引出了我们今天的大主角之一——人工智慧 AI 科技。现代科技的进步正在颠覆我们对战争玩法的既有认知，一场科技革命正在军事领域悄然展开。先来看看这几年战场上冒出的新东西。如果各位有关心俄乌战事，肯定对满天飞的无人机画面印象深刻。昔日只能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自动化武器，如今成了战场常客。小小的商用无人机加装炸弹，俯冲下去就能炸掉一辆坦克。自杀无人机又称徘徊弹药，在空中盘旋寻找目标，发现敌军雷达一头扎下去，同归于尽。这些点子听起来很疯狂，但在现实中效果拔群。关键是它便宜且智能，一架简单改装的无人机可能只要几千美元，但却能摧毁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装甲车，或让敌军人仰马翻。这种以小博大的玩法，让传统上武装到牙齿的大国部队也吃不消。对美国军方而言，从乌克兰战场学到的一课是，未来战场上数量加智能或许能战胜重量加钢铁。也就是说，大批由 AI 驱动的廉价无人武器，如果运用得当，可以弥补弹药和人力的劣势，甚至反客为主压制对手。AI 科技在军事上的运用远不止无人机。现在流行一句话叫算法战争。美国国防部近年推行所谓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 JADC2 的概念，说白了就是把陆海空天网所有的感应器和武器连成一张大网，让信息在各部门瞬间流通。这个蓝图如果要实现，人脑可忙不过来，必须靠 AI 当中枢神经。想象一下，当雷达侦测到一枚来袭飞弹， AI 大脑瞬间计算出它的弹道，并立刻指挥附近最合适的防空系统发射拦截弹，同时调度战机起飞戒备，通知后方补给单位准备再装填新的防空弹药。这整串流程几乎在几秒钟内就完成了决策。如果全部靠人来开会、通报、逐级下令，飞弹早砸下来了。因此 AI 的高速反应和决策能力能够极大缩短侦测到反应的时间，被誉为是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关键。除了速度之外， AI 还带来规模和精准的优势。以前一个飞行员同时也就管一架战机，一个指挥官调度几个单位兵力，但 AI 可以同时监控和控制成百上千个平台协同作战，犹如一个冷静高效的指挥官，脑中多线程运行战术。比如美军曾进行测试，让一架有人驾驶的战机携带数架 AI 控制的无人僚机，形成有人机加无人僚机编队。结果显示，在空战中 AI 僚机可以自动飞到最佳位置协助攻击或掩护，大大提高了编队的作战效能。再比如，美国海军开发了幽灵舰队计划，建造大型无人舰艇和无人潜艇。这些无人舰可以长时间自主巡航，不知疲倦，不怕危险，必要时一次派出10几艘，把敌方海域搅个天翻地覆。人类舰长怎么可能同时指挥10几艘舰艇执行复杂任务？但 AI 可以，甚至未来可以想象，几个操作员坐在总部，透过 AI 监管着海量的无人装备，空中的侦察、无人机群、地面的机器人哨兵、海底的自主潜航器，共同织成天罗地网。在这种机器人大军压境的场景下，传统的人海战术恐怕就行不通了。AI 带来的精准度也改变了战争效率。以前为了炸毁一座桥，也许需要派飞机投下几吨炸弹地毯式轰炸，现在一架小型无人机引导雷射就能让一枚炸弹直插目标，精确命中。弹无虚发意味着以最少的弹药达成最大的战果，不就正中节约弹药成本下怀吗？另外， AI 还可以善加利用假目标和电子战，例如用几十架廉价无人机佯攻，迫使对方过早暴露防空火力，或者用电子信号让敌军误判雷达目标的位置。这种以智取胜的手段能让存量不多的防御导弹发挥更大价值，而不是一上来就被诱骗光了。总而言之， AI 科技仿佛为现代战争装上了一个加速器和增幅器。一方面，它让决策更快更准，抢在敌人前面一步出招；另一方面，它让机器数量派上用场，以多欺少成为可能。对于担心8天弹药耗尽的美国而言， AI 提供了一条妙计，用智慧换取火力。
与其困囿于现有库存，不如研发新的战术，把每一发弹药的效能翻倍、翻10倍的提高。这就像玩 RTS 即时战略游戏，老是缺矿缺气怎么办？那就升级科技树，解锁更厉害的单位，以夷敌实。虽然战争不是游戏，但这个思路已经在军中扎根。美国近年成立了多个专案，像是 Project Maven 用 AI 快速处理监视影像， DIU 国防创新部投资矽谷新创研发、自主武器等等，都是希望赶在对手前面抢占 AI 军武的制高点。当然，要让机器人大军真正上场，也有不少挑战和顾虑。例如 AI 是否可靠，万一系统故障或被对手骇客入侵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另外，自主武器在道义和法律上也存争议，许多人担忧终结者般的杀手机器人一旦失控，人类将无法承受这些问题，目前仍在辩论中。不过，在中美这种大国竞争的压力下，现实考量往往胜过道德顾虑。就像当年人们担心核武器太可怕，但各国该研发还是得研发，只求不落人后。 AI 军备竞赛也是一样，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跑，大家都不想当落后的那一方。说到这里，终于该介绍我们故事中的关键角色，那位高调放话要用 AI 大脑，让解放军连台湾的滩头都登不上岸的美国科技企业 CEO。 他是谁呢？他就是美国新兴国防科技公司 Anduril Industries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，名叫帕莫拉奇 Palmer Luckey。 这位年仅30出头的矽谷天才非常有传奇色彩。他少年成名，19岁时发明了知名的 Oculus 虚拟实境头戴装置，一度成为科技圈红人。后来他把公司卖给脸书 Facebook， 转身投身国防领域，创办了 Anduril 公司。Anduril 这名字取自魔戒里亚拉冈的王者之剑，听起来就很带劲。他的目标也很简单粗暴，用尖端科技颠覆传统军工产业，为美国打造 AI 时代的新武器库。帕莫拉奇平时作风大胆，穿着花衬衫，脚踩人字拖就敢上台发表演讲，言谈间对传统官僚作风毫不留情。今年4月下旬，他在一场公开演讲上再次语出惊人，直接点名台海冲突，阐述他的 AI 军武理念。我们可以跟随他的描绘，来感受一下未来战争可能的场景，一个和之前8天弹药耗尽截然不同的剧本。想象现在是台海战争爆发的时刻，凌晨时分，解放军向台湾发射的第一波导弹刚刚升空，刺眼的火光划破夜空。但这一次，台湾并非束手待毙，反击几乎是瞬间展开的。早已部署在台海周边的 AI 操控无人机部队闻风而动，几秒内成群结队冲上天空，犹如铺天盖地群。他们高速协同，自主分配目标，有的扑向来袭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，直接在半空将其拦截炸毁；有的则奔袭解放军的轰炸机编队，在敌机还没抵达投弹线前，就将其逼退乃至击落。人类飞行员面对这种不要命的自杀无人机狼群，也会心生怯意，稍有犹豫就会中招。同一时间，在广阔的西太平洋海域，盟军早已布下的一支无人化海上舰队开始行动，由自主潜艇、隐形无人战舰和传统有人驱逐舰共同组成的混编舰队，从出乎意料的方向解放军的入侵船团发起突袭。海面下的无人潜艇悄无声息地接近，突然齐射鱼雷，几艘2栖登陆舰瞬间中雷，冒起滚滚浓烟。水面上的无人战舰则充当诱饵和火力支援，他们开足马力冲入敌阵，发射导弹，同时吸引敌方火力。而远处的美国驱逐舰和潜艇则乘机从侧翼猛攻。一时间，解放军精心准备的渡海船团遭到四面八方的打击，防不胜防。再看天空， AI 驾驶的无人战斗机中队也加入了战局。这些高速无人战机与台湾和盟军的有人战机并肩作战，以人类飞行员难以企及的反应速度与解放军的歼击机缠斗。他们不知疲倦，也毫不畏惧风险，可以执行最危险的突击动作，把敌机引入我方防空火网，或突然从难以预判的角度发起攻击。解放军的王牌飞行员即使技艺高超，在面对几架如鬼魅般迅捷无人的 AI 战机夹击下，也难免手忙脚乱。战场的最后一幕来到地面，
尽管经历了空袭和海战的沉重打击，解放军仍有部分两栖装甲车和登陆小艇接近了台湾海岸，他们企图夺取一处滩头阵地，但是等待他们的是严阵以待的机器人哨兵和 AI 引导的远程火炮。海岸线附近隐蔽部署的自动化炮塔在 AI 指挥下，根据雷达数据精确开火，一枚枚炮弹呼啸着砸向即将登岸的登陆艇，掀起滔天水柱。沙滩上，履带式的武装机器人埋伏在障碍物后，发射反坦克导弹，击穿刚爬上岸头的敌方载具。同时，后方的远程多管火箭系统在 AI 校正下，把饱和火力倾泻在整个登陆地带，形成弹幕封锁。最终，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还没能在台湾沙滩上站稳脚跟，就已经伤亡惨重，溃不成军。漫天烟尘中，登陆艇残骸被海浪推回滩头，一批批解放军士兵的脚还没踏稳，台湾的土地就被彻底阻击歼灭。在这幅帕莫拉奇描绘的未来战场图景中，我们看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结局。透过大规模部署自主武器系统，防守一方竟能如此全面而快速地瘫痪进攻，一举扭转劣势。拉齐的结论是，只要让敌人明白我们拥有如此强大的 AI 大脑和无人化军力，完全有能力取得胜利，那对方就会投鼠忌器，不敢轻易发动战争。这就是他所说的重建威慑之道。在演讲中，他几乎是在对着中国领导人放话，别以为美国弹药不够就可以趁虚而入，如果你胆敢冒险犯台，我们的 AI 机器人大军会让你的士兵连台湾的滩头都踏不上去。这番豪言壮语当然听得现场观众热血沸腾。拉齐作为一名科技界的年轻 CEO， 敢于如此直接介入艰深的军事话题，并提出颠覆式的解决方案，颇有点像传统权威下战书的味道。有人说他是在为自家产品做宣传，争取国防合同，也有人认为他的远景过于乐观，毕竟机器再厉害也要有人维护生产，战争不可能像电玩过家家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的观点代表了一批新兴力量的声音，矽谷式创新正加速涌入国防领域，希望打破常规，为军队插上科技的翅膀。Anduril 公司本身就在实践拉齐的理念，他们已经开发出名为 Lattice 的 AI 作战系统，充当多种无人装备的大脑，推出了各式无人机、无人潜航器和监控哨塔，在美国边境巡逻、海上警戒乃至支援乌克兰战场中大显身手。据报道，台湾也计划采购 Anduril 研发的无人机系统作为防御力量的一部分。这意味着拉齐口中的场景，某种程度上并非天马行空，而是在逐步成为现实。当然，美国传统军火巨头也不甘示弱，例如波音、洛马这些公司也在开发自主战机和无人舰艇。美军的各类实验计划更是此起彼落。一时间 AI 军武革命似乎成了美国军方和产业界的共同目标。从解放军侵台的传统剧本，到美军8天弹药耗尽的担忧，再到美国新锐 CEO 提出 AI 大脑反制的未来战构想，我们仿佛看到3种不同层次的较量：地缘与意志的较量，后勤与工业的较量，以及科技与智慧的较量。台海局势之所以牵动人心，正因为它糅合了这些因素，每一层都惊心动魄。对台湾而言，安全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。天然的海峡固然是屏障，但更重要的是自身的准备和伙伴的支持。当下，台湾也在加紧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，包括更多的飞弹、更机动的部队，以及引进无人机等新兴战力，就是希望以小博大，增加侵略者付出的代价。毕竟，威慑的本质就在让对手相信动手只会自食恶果。对美国而言，8天弹药耗尽的警示敦促着国防体系进行改革和投资，一方面要强化传统军备的生产储备，另一方面更要拥抱新科技带来的乘数效应。拉齐们所代表的创新力量正好为美国军方注入一剂强心针。未来几年，我们可能会看到美军采用越来越多像无人机蜂群、AI 决策辅助这样的新玩意儿，来确保自己在潜在冲突中不会因弹药或反应不及而落败。而对中国来说，拉齐的高调发言或许只是美方舆论战的一环，但其中传递的信号也不容忽视。中国解放军近年同样投入大量资源于人工智慧和无人系统研发，
甚至传出中国的 AI 已在模拟空战中击败自家飞行王牌的消息。未来的战场很可能是两国 AI 大脑之间的对决，谁的算法更高明，谁的机器人更智能，就可能取得战场优势。这听起来有些科幻，但正迅速变为现实。最后我们不禁要想，如果人工智慧真的如此关键，那么它带来的将仅仅是更残酷的武器，还是有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？乐观的人像拉奇相信，最可靠的和平保障莫过于让战争变成一桩做不成的买卖。也就是说，当侵略一方发现自己无论出多少招、多少兵，都敌不过对方成群结队的聪明机器时，战争的天平将无可挽回地倒向防守方，进攻的念头也就会打消了。就像冷战时期核武器的相互威慑让美苏不敢直接开战一样，也许未来 AI 武器的威慑力能让台海维持一种微妙的和平平衡。悲观的人则担心，军备竞赛没有尽头，科技只是让战争变得更迅速高效，人类终将发明出无法控制的可怕杀戮机器，把自己推向险境。不管怎样，台海问题从过去单纯的两岸对峙，演变到如今牵动全球科技与军事竞赛，其复杂性远非冷战时代所能比。当我们谈论8天弹药耗尽这个话题时，背后反映的是整个时代的挣扎，是抱着老思路囤积炮弹，还是拥抱新技术变革战争？或许未来的答案是两者兼具。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谁都不必真的上战场证明什么，备战而不避战，靠着强大的威慑力保住和平。就像那位美国 CEO 喊话的终极用意，其实也是希望下阻战争。毕竟无论导弹也好， AI 大脑也罢，他们最好的结局就是永远停留在推演和想象中，而不是轰鸣在现实的台湾海岸线上。愿这场现代版的谍对谍、脑对脑对抗最终能守护我们所珍惜的和平。